哎，大家好，我是老袁。今天有个客人，要换一下 Closet 的这个 switch，这个 switch 他说不怎么灵畅，还有包括它外面的这个插座，这个卫生间的。我呢是第一步呢，我们接触电，能先把电关掉的就关掉了，所以我在拍视频之前呢，已经先把电关掉了。现在我们开始操作。先用个一字批把这两个一字螺丝取下来，这个盖板的。然后呢，用十字的电钻把这个上下两个螺丝拆下来，把它松掉。松掉后，稍微把外面拉出来。为了便于确认是否还有电，我们一定要用那个电检测笔检测一下这几条线是否有电。没有电的话，它就不会响，不会发出警告声。说没有电，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螺丝松掉。哎，我喜欢它这种接法。早期的那个键商，它是直接插到一个switch的后面有个孔。你看这种小孔里面直接插进去的，不是锁在螺丝。如果说那种插进去的时间久了，就必然会有接触不良的时候，或者松动。它这个还算比较好，都是螺丝锁紧的。把地线也拆掉。然后大家看到这里会有那个三根线，三根线呢，这根呢裸露的这根铜线就是地线，然后有两根黑线，两根黑线的一根是来电线，一根是走到那个灯上的那个电灯上的线，所以 switch 它就是主要是这两根线的通断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再把它装好。至于这两个黑线呢，你无所谓锁上面还是锁下面，因为它只是通过 switch 来一个开一个关的通断，所以上下都无所谓。所以我建议大家自己家里如果是换这个 switch 的话，也是这样子，像用螺丝锁紧，不要直接穿插那个孔位。穿插孔位的话，像这种孔位小孔上面的，你穿到这里去接住的话，时间久了就会变得接触不良或者是松落。地上也别忘记接了，当然有一些老的房子很多也没有接，但那是过去的扣的，现在最好还是接上地上这一块的话。都把螺丝锁紧，稍微锁紧一点点没关系，保持它不要松就好了。然后把线整理好推进去，注意的是这个裸露的铜线一定不要碰到了这个switch上面这个火线这个螺丝上面，造成短路。然后我们再把它锁上去，盖板装上。好，下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插座换掉。现在把这个一个十字螺丝拆下来，也同样的，我们无论在接触电的时候要换什么插座、灯啊、开关啊等等，都记得先把电断掉。我这个也是在之前已经把电断掉了。它这个是一面镜子，所以手要小心，它这刚好开着一个孔，这个地方小心玻璃割手。好，我们先拿出来，然后也是用电笔确定一下，这里三根线，这三根线分别有没有带电。好，没有电，电笔不响，没有发出警报声，然后我们就把它拆了。
这个也是跟那个开关接的都很实在，都是用锁螺丝的方法把线路锁紧的，所以它这个房子呢，今后就不会因为线路那个什么接触在开关上啊，或者是插座上啊，不会发生接触不良的或者脱落的问题。插座呢，它有3根线过来，一根是黑色的火线，就是带电线，一个呢是白线，白线是那个零线，就是它必须插座它必须要有个回路形成，所以它就这个白线要跟着接到插座上去。当你电器插上去使用的时候，或者其他一些电子产品的充电器啊，它就会形成个回路，从零线返回到电线那一端去。至于这个插座呢，大家可以买稍微质量好一点的。我这个呢，从整体结构上和用材上面呢，会比它这个旧的要好那么1-2倍吧。好，你看我们这插座是金色的，金色的呢就是接火线，然后这边呢是银色的螺丝头，银色的螺丝头呢就是接白线零线，然后这个呢绿色的都代表是地线，然后把地线接起来。地线这颗螺丝的话，好多我都基本上没有用电钻能够拧得紧过的。然后呢再来接水，零线，白色的零线。至于它这上面你看零线也有2颗螺丝，这无所谓，锁哪根都，因为它这个你看它这个金色的金属片片，它是相互通连在一起的，包括这边这个金色螺丝的这个锁火线的也是，它这个金色片片你看也是相连在一起的，所以锁哪个无所谓。好，现在把这个黑色的线锁到这个金色的螺丝上面。而且很有那个的，就是它分式标示的很清楚。它这个金色的锁黑线，但是包括金色这一边的这个孔，这个插孔也小一点，然后白色线的那个插孔那边呢，孔就大一点。从那个上来讲，因为是黑色线这边是带电的，所以相对来说它孔小一点的话，也相对安全一点。好，我们再把线路整理好。还是注意，就是这个铜线这一根裸铜线，它是地线，因为它没有胶皮形成保护，所以它都不要触碰到火线或者零线的这个螺丝接头这里放进去的时候，所以你都要稍微的把它分开好一点。好，装上，然后我去把电开起来，然后测试一下。正常，你看这个测试的这个东西，右边这2个灯亮橘色的灯就对了，然后这边的灯，好，呀，正常，好，完成，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观看和点赞，希望能帮到大家，再见，下次见。